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到数感实验室，我是以威。说到电磁波，看起来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感觉谁都可以随意使用。但你知道吗？就在5G 大战的序曲2020年频谱拍卖，一段小小的90 mHz， 最终总价就花了快500亿新台币。这个频段频谱是什么东西？我们也能买一段自己用吗？那虽然我是买不起啦，不过这集我们还是可以来聊聊电磁波的方方面面。你一定很清楚，电磁波在现在无所不在，微波炉手机机台等等都会发射电磁波。但其实就算没有这些科技设备，电磁波依然无所不在。什么意思呢？答案是白天走出户外，我们看到的光，它就是电磁波一种。那说到波，我们就提到一条公式：波长乘以频率等于波速。电磁波既然是光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，光速在真空中是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，每秒绕地球约是7圈半，超级无敌霹雳快。NASA 就有位科学家做了好几段动画，想让大家对光速更有感觉。如果是绕地球7圈半，哇，1秒超快。可是如果光从地球到月球需要花1.2秒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瞬间了？如果从地球到火星，最快也需要3分2秒，这真的就会感觉到，光的极限在哪里？很像一艘太空船在前进的样子。所以有朝一日人类如果真的移民火星，如果依然使用电磁波作为通讯基础的话，那你可能就很难跟现在住在火星的亲友视讯。讲爸呗，可能安静了6分多钟之后，你就会听到阿妈说，讲爸，因为最快单趟要3分钟，来回就要6分钟。如果你看过电影《绝地救援》，里面有类似的桥段回到波的方程式，波长乘以频率等于波速，你可以看到说，在光速频率固定之下呢，波长就是个对应的数值，所以频率或波长只要讲其中一个，就能充分描述电磁波。在通信领域里面我们比较常讲的就是频率，后面就不特别讲波长了。平常看见的光呢，频率是落在400 THz 到790 THz， 那 Hertz 是频率的单位，中文就翻作赫兹。那等等，刚刚还有个叫 Tera 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有听过手机广告讲频率900、1800，后面单位是 mHz，m 是 mega 的意思，意思是10的6次方，而 Tera 呢是10的12次方，非常大，表示说相较于手机传递讯号的电磁波，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些可见光的频率是非常高的。所以呢，就像马有白马、黑马、赤兔马一样，电磁波依照频率展现出不同的样态。彩虹的7种可见光和手机发射出来的讯号都是电磁波。光有光谱，我们也可以画出电磁波的频谱。你就发现说，哇，原来生活中还有超多电磁波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。除了刚刚讲的通讯设备，还有像电视遥控器用的红外线，它的频率是介于微波炉跟可见光中间，或者频率比可见光要再更高的紫外线，医疗会用到的 X 光等等。这个就是电磁波的频谱，我们英文称之为 spectrum。这个频谱呢非常广，如果聚焦在目前无线通讯的这段所谓的无线电频谱，你就会发现说还有很多的细分从 very low frequency 到 very high、ultra high、super high、extremely high frequency。我个人觉得说比起形容词，这各式各样的形容词还是数字比较清楚。那基本上都是以10倍为一个区段再分，所以从3kHz 到300GHz 中间差了10的8次方，就可以切成8个频段。像是说无线电对讲机使用的是30kHz 到300kHz 的 low frequency， 卫星通讯呢常用的是3GHz 到30GHz 的 super high frequency。但这边我们提醒大家一下这里的 high frequency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它虽然是无线电频谱里面比较高频率的，但如果和可见光或 X 光比，那就是非常低频的。就像我儿子看我说，爸爸好高，但是拿我跟平均男性比就，刚好比平均再低一点点讲有点感伤。总之呢，语言有时候真是有些困扰。那行动通讯从以前到现在有5次大规模的演变，所以5G 的 G 就是 generation 的意思。每一个 generation 所使用的电磁波频率都不太一样。那你可以发现吗？基本上它这个趋势就是走向高频。从2G 是 1.8GHz。这边 G 是 Giga 19次方，不是 generation我就好像上英文课一样。然后 MF 的 M 是 medium，MHz 的 M 是 mega。那 Giga 是我们在第一支影片就有说过，它是10的9次方，所以1.8乘以10的9次方相当于是1800乘以10的6次方，
所以1.8 GHz 其实就是刚刚说的1800 MHz。那为什么手机传输要持续的往更高频带走？这其实有好几个理由，有些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猜到，但有一个只要你够细心，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些线索，那不知道的人就再往回重看一次。好，给你3秒钟的时间。好，首先我们先说一个通讯系统好不好，传输速率是个极度重要的指标。传输速率跟频宽有关系。基本上频宽越大，你就能传输的资料越多，就好像水管嘛，你越粗大的水管，水流量就会越大。所以我们刚好说，无线电频谱分成8段，3kHz 到30kHz 一段，30kHz 到300kHz 一段，300kHz 到3000kHz 一段。你有没有听出哪些地方很奇怪呢？我们来算算看哦。第一段 very low frequency 的频宽是30kHz 减3kHz 是27kHz， 第二段频宽是300减30是270。两段的频宽直接差10倍。今天呢，有一条公路是2线道，隔壁10倍20线道，车流量一定大很多啊。所以单位时间内一定可以让更多的车通过。所以回到讲频带的时候，你可以仔细看哦，我们是用对数 log 的概念来讲的，每一次往下跳就是10倍、10倍、10倍这样子。如果今天用比较常见的1、2、3、4种线性的概念来看的话，高频部分就会超大的，可是低频跟高频的特性很不一样，所以选择对数来表现还是比较清楚。所以就可以看见说，其实往高频追求是个合理的方向，因为越高频的地方，你可以使用的频宽就会越大。但另一个问题来了，既然越高频可以使用的频宽越多，为什么当年通讯设备不一开始就直冲高频段，要从低频出发呢？这个就跟无线电波的特性有关了。无线电波频率越高的时候，随着距离的衰退会越快。以数学上来说，假设完美真空，无线电波能量传输一段距离之后，能量衰退的比例会跟距离平方成正比，距离越近衰退越小，距离越远衰退就越大。在某些环境下，衰退会更严重。那除了跟距离，也跟频率的平方成正比。这个就是大事情哦。因为你想要说，假设今有2种无线电波，频率差10倍，频率低的传输距离是1公里，可能你家到学校或好几个公车站、捷运站这样的距离。照这样换算哦，频率高的电波只能传10公尺，大概就跟家里的 WiFi 差不多，多走几步就没信号了。所以当然这是个在众多假设条件下的比喻。实际上，不同的通讯技术、传输功率不同，环境像刚刚讲那种都市尺度的手机通讯环境里面有很多大楼啊、车辆啊、其他信号干扰，都会影响到信号传输的距离跟品质。可是基本上从数学式子所呈现的理想状况，我们能很清楚看到频率高低对传输距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那稍微岔题一下，这也是我觉得数学或者说我们在工程里面说理论很有价值的地方。因为想想看哦，今天如果没有这套式子，你得做多少的实验，收集资料啊、归纳啊、验证啊，然后才能知道说，原来频率对传输距离有影响。而且为了小心起见，也得每个频段都做实验，要排除刚刚说的各种现实因素造成的影响。你光想到就觉得说，哇，超麻烦，爆炸麻烦。所以虽然理论距离真实很遥远，可它提供了很重要的准则，让我们在工程设计中有所依归。有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数学家纳皮尔发明对数的时候，就我们刚刚讲那个 log 的概念，大幅简化了天文学家的计算任务。那大数学家拉普拉斯说，哇，这个发明后根本是让天文学家的寿命增加1倍，大家再也不用浪费时间去做繁琐的计算。工程领域里面一个好的理论，我觉得也有同样的价值，可以拯救很多新鲜的感。所以说数学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总结来说呢，你可以想成在高频段传输信号，就好像人力充足，可以有比较多人在帮忙搬运输资料，但是这些人体力比较差，搬不远就累了。低频段呢，人手比较少，但他们都很强壮，所以搬很远。那别小看这个距离远近哦，它有一个很现实的成本考量，就是基地台的数量。从这个表格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3G 的时候，每平方公里只要4到5座基地台就够了。然后4G 每平方公里的基地台数量会来到2倍，5G 的话每平方公里得盖几十座基地台才行。那当然还是要说一下，随着不同的情况，这些数值会有差异。只不过基地台的成本、安装人力、电费等等，这个就是迈向高频通讯的新台币之壁。我们会越来越迈向高频无线电波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频带被用完了。你可以想象哦，你在一个房间开黄灯，别人也开黄灯，那房间里的黄灯到底是你的灯还是他的灯来的？这个就会搞不清楚。电磁波、无线电波也是一样，同个地方、同个频段的无线电波会彼此干扰，所以如果我们要同个地方传资料，那就得用不同的频段。所以啊，
电信业者每隔几年每个新的通信技术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在新闻里面看到他们都在竞标频谱，个个都是天价。以2020年台湾5G 平台拍卖结果来说，中华电信、台湾大哥大、远传、亚太、台湾之星这几家电信业者总计花了1421.91亿新台币来竞标频段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？因为就像土地一样，人人都想要地段好、坪数大的土地，你有我就没有。那房子是拿来住的，平带是拿来做生意的，商业价值更高。那平带有贵有便宜，中华电信买了3.5 GHz 的某一段黄金平带就花了477.55亿元，买多少呢？90 MHz 而已，这大概就是天龙国信义区大安区感觉。那另一更高的28 GHz 这种频段，600 MHz 频宽，花6.18亿，完全称不上便宜啦，可是至少看出价差。所以频谱的稀有性导致它具备巨大的商业价值，而频谱不足也可以从技术角度来解决它。例如像可感知无线电 （Cognitive Radio）， 它的概念有点像那个 Airbnb 一样。这个房子如果是你的，但你一阵子都没住，那不如出租给别人住一下，充分发挥土地频谱的价值。这个细节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说。总之呢，工程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，别人看到的是问题，我们看到的是研究机会。任何议题从不同角度切入，都有机会可以找出些解决方案。这期讲解了电磁波的应用，你还能够举出一个日常生活中使用电磁波的设备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告诉我们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电磁波、频带、频宽的解释。希望大家具备这些基础知识之后以后看到相关的电信新闻的时候，能更了解他们说什么大频宽啊、黄金频带啊等等的，还有各式各样的 G 啊、M 的缩写到底代表什么，都更有概念。那想看更多精彩的科普知识内容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舒然绅士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